好，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开箱。然后这款手机呢，它是一款百元机啊，所以我觉得对于一款百元机来说呢，其实没有太大亮点的，就两句话，就稳定好用就可以。然后它这一次呢，依旧是和红米 Note 7还有红米 Note 7 Pro 一样，支持18个月的超长质保。然后盒子也是和之前红米 Note 7是同一个风格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它这一次呢，就是它写了几个卖点。然后它的这个处理器是骁龙632，然后后置呢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然后然后它的像素大小是1.25微米，然后是4000毫安时电池，屏幕尺寸呢是6.26英寸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它的分辨率应该是720P 级别。毕竟嘛，就是说百元机你要什么自行车？然后我手上这台呢，它叫魅夜红啊，据说也是界面设计，存储是应该是红米7的顶配版本，采用了4+64GB 的机身存储。好，我们简单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第一层我们看一下，第一层还是一个配件，虽然是百元机呢。但是它还是送了一个保护壳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配件。好，大家关心的这个接口问题呢，然后我在这里说一下啊。由于出于成本控制呢，然后这个采用的是 Micro USB 的接口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。充电器的规格呢，它最高支持的是5伏2安。毕竟苹果卖1万块钱，它还给你5伏1安的充电头，这个我也是忍的嘛。好，手机本身呢，它还是采用了一个尖面设计。这个所谓的魅力红呢，它其实下半部分接近于红色，然后上半部分它是黑色，整体这个外观还是蛮特别的。但是好不好看呢，就看你个人的审美和个人的看法。然后它的中框采用了磨砂的设计。好，关于机身材质呢，然后这个不出意外了，这个肯定是聚碳酸酯或者直接说就是塑料，毕竟是百元机嘛。但是它把这个塑料做出了一个玻璃质感。机身两侧以及上下侧都有和这个小米8或者小米9类似的弧度设计，然后这样一来呢，拿在手里的感觉还是不错，而且这个重量嘛控制也还可以。我们撕膜，其实这台已经被人撕过了。好，它这个屏幕呢，就是说它是相比于红米 Note 7和红米 Note 7 Pro 呢，整体观感呢会稍微差一点点，毕竟它的定位嘛，然后这个分辨率应该是720P 的级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对，它搭载的依旧是MIUI 10.2的系统。我们看一下它的配置。哦，这个字体好大呀，不知道谁设置的。好，我们就将就看吧。然后它的系统版本依旧是MIUI 10.2，手机型号是 Redmi 7，然后机身存储是64GB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它一共存储上有3个版本，分别是12+16、3+32以及4+64GB。当然呢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我不建议你买2+16GB 的版本，毕竟那个实在是不够用，那就是一个入门版本。买的话就买3+32或者是4+64GB 的版本。它的处理器是8核心，最高的主频呢是1.8G赫兹，然后具体型号呢就是骁龙632，这个处理器还是不错的，至少要比之前小米 Play 上用的那个联发科会更好一些。好，其他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太多可说的地方。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它这款手机它电池4000毫安时，加上它屏幕只是一个720P 的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款手机将会成为小米或者说红米它续航最好的手机，没有之一了啊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摄像头，我们简单拍一下，它也是支持 AI 模式。然后它这个主摄像头的有效像素是1200万，最大像素是1.25微米，然后也是支持人像模式，还有专业模式。然后暂时没有夜景模式，就看到这里。基本上呢，这款手机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地方。我们再看一下它接口，对。刚才已经说过的，是一个 Micro USB 的接口，然后顶部呢，它保留了耳机孔以及这个红外遥控器。好，这款手机呢，毕竟是百元，整体给人感觉呢，就是一款做工比较扎实看起来还不错的入门机。如果是有入门机需求的话，可以考虑这款机器。好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里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一鸣，我们下期见。